这笔史上最大金额对台军购案，主打的就是一个反登陆作战。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如何才能检验川普政府的交付决心呢？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3大反制措施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跟你聊聊这笔号称史上最大金额的对台军购案，它背后的故事。那是否能够影响2027老习武力犯台呢？先看新闻来源，美国国务院对外宣布，他们已经批准了高达111.5亿美金的对台军购。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军购里边是否有真东西。我理了一下，一共有6项，金额是对应的。其中最大的一笔是价值40亿美金的海马斯系统和相应的多种弹药。海马斯在乌克兰战场已经打出名号来了，关键啊，它打得准。第二，弹药也比较多，这个对于抢滩登陆的作战舰艇和装甲车、水陆两用装甲都是致命的打击。第二，那就是自行火炮有80多套系统，这个呢也是中共害怕的，同样打的是反登陆。第三个，价值10亿的无人机，这个里边呢至少包括了4人无人机，主打的是侦察。你啥时候出发？你啥时候跨越了中线？你登陆了多少？是否有无人机群？关键就要靠这空中的侦察的。第四个，价值10亿的，我认为是本次军购对于台湾来说价值最高的。它有一套战场的态势感知系统，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呢，就是现在的台军啊，你海陆空和特种作战部队虽然说有协同，但是信息啊没有完全的共享同步，而这套美军系统正是它印太司令部正在使用的，等于是为台湾做了一次共享。第五个，价值7亿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和陶式反坦克导弹，这两种啊用途不一样。标枪大家都知道，单兵啊直接肩扛一下就能发射了。陶式啊，它是有着一条线拉着它，哎，这是通过那个装甲车发射的。这个是对于已经抢滩登陆成功的，哎，你往前走的装甲战车，它可以做到摧毁。第六个是鱼叉导弹的翻新系统，再就是一些零配件。这套软硬结合的大礼包，实际上啊涵盖了侦察到打击一体化的。比方说，高空无人机侦察到中共方面正在集结部队，无论是军用舰艇还是上万艘的民船，它就紧急同步给了指挥部，说明中共啊要动作了。那我们的海马斯，我们的自行火炮啊，就开始准备好了。那第二个方面，我想跟大家聊聊，本次的大礼包确实是台湾急需的，那能真正吃到嘴里变成交付，需要经过的流程是什么？按照美军的规则呀，国务院是负责审批的，五角大楼负责组织货源和提供训练，真正交付干活的是国防部。但是啊，根据历史上的先例，你从国务院提出到国会批准，这里面有一个坎儿。那国会会不会批呢？会不会让你进行调整呢？它有一个30天的审核期限。本次判断，我感觉国会大概率是不会有人阻拦的。对于这个保卫台湾，这是法律义务。所以接下来啊，更关键的就是签约以后，你的钱从哪儿来？决定这个军购案是否能够交付的关键因素，它在于蓝白阵营的阻挠。在今年的上半年，台湾总统赖清德就提出来，我们未来的几年要采购400亿美金的军火，加强防卫。因为对面啊已经在磨刀霍霍了，
再不防卫啊，可能黄瓜菜都凉了。但是明摆着的这笔钱应该花，但是在议会里啊被退回了，明确表示没这么多钱。但是啊，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把台湾民众每人发1万台币。买军火没钱，发福利啊有的是钱，每人发1万。蓝白阵营反对军购啊，他们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到底啊，还是美国不给力。因为在历史上，美国已经欠了6725亿新台币的军火没有交付，折合美金啊是高达213亿。你现在啊刚刚要批准110亿，不要着急，你能不能先把欠我们的213亿的军火先加紧交付了再说？其中举个例子，川普在第一任期卖了66架最新款的 F-16V 改进版，但问题是现在啊没有交付，按照合同2024年就应该交付，2025没有，2026啊恐怕也难，2027那时候都到了武力攻台的时间节点了，能不能用上都挺难说的。在这儿我们就得给你扒一下，为什么美国在2024年没有如期交付？在这儿呢，就涉及到台湾，你有时候就会发现是中美博弈棋盘上的一个棋子。2024年什么情况？虽然说拜登希望履行合同义务，2024到了交货期了，但是啊，咱们必须得把中国，尤其是老习拉到好人堆里来，让他不能够武力支援俄罗斯，他不能跟这个小三胖一样。朝鲜已经支援了100多万发的炮弹给俄罗斯，对欧洲，尤其是乌克兰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所以当时考虑到美国的利益，尤其是欧洲的重要性，所以说原计划2024年交付的 F-16啊延期了。2025年到了川普第二期上台，他更有求于中国啊，他倒不是希望说，哎，你不支持俄罗斯，这个他不在乎，他更关注的是你能不能多买点我农民的大豆，因为2026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我可不想丢了我的票仓。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在今年的9月，美国、英国签署了一个科学合作协议，主要是量子计算和 AI 系统的合作。美国、英国啊各有自己的牌，但是最近啊这个协议被搁置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老川啊他开始要加点自己的私货。他说英国啊，你能不能把这个进口牛肉的标准放低点？你那个标准太高了。而美国农民的牛肉啊是可以合法的喂这个激素的，就导致英国不会采购美国农民的牛肉。你看，老川为了自己的票仓，连已经签好的 AI 和量子计算的协议啊都搁置了。亲兄弟都如此，你何况台湾呢？所以说，这笔110亿美金的大单子确实是台湾人最需要的，但什么时候交付啊，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对于老习来说，是不是就能吓住他呢？不一定。他呢有3大反制措施，其中第一个仍然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进行攻克。2026年是台湾的9合1选举，重要的城市啊，台北、高雄、新北啊，什么新竹这些地方要选市长了，县里边要选议员。如果这次蓝白合作把绿营打趴下，那台湾民众包括军方啊，就得考虑我们是否还需要买这么多武器。你买来啊，你根本议会就过不了。所以说，谁在牵引这一切呢？那就是北京的
老习。你只要把蓝白搞定了，台湾啊也就基本搞定了。你再买更多的武器有什么意义呢？扣半截儿的人选择了投降，哎，武器是不可能自己激发的。那我们说第二项，假设蓝白没搞定，武器啊开始源源不断交付了，那老习的第二个方案就是何必要等到2027？也许明年啊，在你没有形成战斗力之前，我就先下手为强，这是实际的提前。那第三个反制措施啊，是所有独裁者最不介意的。假设蓝白双方没搞定，武器也到了，也训练形成了战斗力，对于他来说，那无非是把代价提高嘛，死的人多一点而已，抚恤金多发一点而已，这种导弹多生产一些而已，这个代价对于他们来讲完全可以承受。所以说，110亿美金的大单子，现在啊看到了一些曙光，而接下来最终落地啊，却要经历千难万险。关于这件事儿，您有什么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另外，今天我听到一个好消息，乌克兰的情报总局通过无人机在公海的地中海打掉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艘船。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您感兴趣，请关注大卫军情局，欢迎您点赞、留言、转发，并且打开小铃铛。明天咱们第一时间再见。